是的，不到半年，我又再次来到曼谷。现在刚好是雨季，一进到曼谷市区，就是一阵暴雨欢迎我。只要不踩到爆浆的地砖，其他的我都无所谓。我一直都很想吃姆卡塔，就是泰式铜盘烤肉。这家店的客人都是本地人，没有英文菜单，店员直接指着菜单上的应该是套餐的叫我点，很便宜。这样一大盘综合的肉，加上这一盆菜，只要250块，吃不够再另外单点就好。吃这个不用客气，我看旁边的泰国人都是很豪迈的把所有料一起放在上面煮，现场的气氛蛮热闹的，还可以钓虾。不过这里的位置在昭披耶河的左岸，对于一般观光客来说，不太会到这里。距离最近的是 Icon Siam， 如果不喜欢吃 Icon Siam 的美食街，坐车过来大概1分钟，也不算太远。大皇宫的晚上都会开灯，很漂亮。因为要到附近，就请司机特别绕过来，沿着围墙走。如果白天觉得太热，晚上这样也算意识到了。泰顺堂位在老城区的啤酒吧，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，一定就会有它自己的酿酒文化。墙壁上10几个水龙头，里面有4、5支就是本地酒厂酿造的啤酒。店员也会很详细的跟你介绍。店里气氛蛮轻松的，很适合独立的人过来坐在吧台喝，没有什么压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它就在街头米其林1星餐厅 J5 字节的斜对面。表定营业时间是下午1点开始。如果你是排到下午或晚餐的 J5， 就把它当作高级餐厅的等待吧台，先来喝一杯吧。叫醒我的不是闹钟，而是洒进来的阳光跟长尾船的引擎声。民宿的员工看到我起来，就帮我准备了早餐。上次住了阿瑞的花园别墅以后，这次又想换换口味。一直以来也都想住在昭披耶河沿岸，这次找到了 Banai Bangkanoi 这个超过100年历史的架高木屋。我住的是2楼的河景房。房间是3面开窗，白天的采光非常好。第5代的屋主是室内设计师，房间内的布置很有品味。走出去是个很大的阳台，在这里看着长尾船来来往往是蛮特殊的体验。虽然说是100年历史的房屋，但感觉得出屋主是很讲究的，全屋木造的材料都维持得很好。厕所也有翻新过，公共区域西式的规划也与泰式传统建筑融合得很好，更不用提早餐也很好吃。虽然这里地点算是不太方便，但如果想要有不同体验，我是非常推荐。The Matcha Tokyo， 上次在东京时就很想喝，没想到是在曼谷喝到。就在潮流百货 M-Sphere 的美食街，泰国现在好像也很流行抹茶，不知道日本的店里是怎么样。泰国这里还有冰沙或者奶昔，另外也入境随俗有抹茶混合果汁这种泰国特色的饮料。曼谷的百货公司美食街，这1、2年开始引进街边的网红或米其林名店。我搞错了，把 Here High 以为是在 M-Sphere。饥寒交迫下，想说那就随便吃个海南鸡饭吧，没想到这家福鸡饭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海南鸡的部分不会输给那几家有名的海南鸡太多，炸鸡的话可能有调整做法，比较接近美式炸鸡，比传统海南鸡饭卖的炸鸡好吃很多。如果你在 M-Sphere 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这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在曼谷的第2个民宿地点是在大皇宫附近。很巧的是，美国当代艺术家 KAWS 的装置艺术展，这站巡回到了曼谷的皇家田广场。现场展出的是18公尺高的气球雕像，旁边还有联名的咖啡店以及期间的限定商店。
现场看这么大一个可爱的雕像，背景是大皇宫，真的有种冲突的美感。天气太热了，先到附近这家 Chikacha 来喝个凉的。目前已经是第3代经营的 Chikacha， 店里维持着古色古香的装潢，东西摆放整齐，像个古董店。点了一杯泰奶，蛮好喝的。Akira 位在中国城的外围，这是一家很特别的咖啡店。2层楼的建筑有点像囤积症一样，收集了超多80、90年代的苹果电脑。据说老板的父亲是一位摄影师，所以店里也有很多冲洗相片的设备，看起来像是从政府机构捡来的老旧不锈钢办公设备，摆放起来却很有型。虽然乍看之下像是来洽公的，出乎意料的是咖啡还挺好喝的。如果你喜欢不同风格的咖啡店，蛮推荐来这里。不到半年的时间，松瓦这边应该又多开了几十家店铺。曼谷不愧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，差不多是在 Local Boys 后面的巷子对面，又新开发了一个区域。外面有像 Copen 这种最近很红的香氛品牌。走进来，里面两旁有一些餐厅、商品、酒吧。这间在小红书或 IG 上都有蛮多人讨论的 Oyster and Things， 一间蛮可爱的家居选物店，有点复古的感觉，如同店名。店里的商品是以贝壳为主题，都是卖一些小东西，价位也不高。本集节目由 All Clothing 赞助播出。All Clothing 贩售美韩各国潮牌滑板服饰，请扫版或点击下方购物链接。在尖峰时间，千万不要挑战曼谷的交通。在曼谷搭 BTS 最棒的是可以用 Line Pay 门票，就不需要准备很多零钱。除了车厢内很冷以外，最令我惊讶的是，在这么炎热的天气下一整天，曼谷人的身体还可以保持得这么香。Anglo by Young Rack， 米其林必比登推荐，被誉为曼谷神仙店家的泰式居酒屋。以为店铺会简陋一点，其实已经装潢得非常明亮时尚，用餐环境很舒适宽敞。这是一家以烧烤为核心的 fusion 风格餐厅。所有的餐点都离不开我眼前这个像是土锅的锅子，烧烤猪肉也行，烧烤鸡肉也行，甚至连炒菜也没问题。虽然说是烧烤，但是上菜也没有马虎，摆盘漂亮，分量也不少，每一道菜都有木炭的香气或是那个土锅的锅气。像是这个最著名的开胃菜，用来搭配虾子蛋糕，椰子香气十足，还有这个配着烤鸡腿的小面包，好吃到有点喧宾夺主，以及这个鱼汤简直完美。我会说这是这2年我心目中曼谷的最佳餐厅。位在通漏区的洲际酒店楼上的 Sanctuary 才刚开幕不久，突出于屋顶的建筑构造，据说是结合了泰式传统建筑的设计。是不是让你联想到前2年很红的 Tichuca？ 没错，位在对面的 Tichuca 就是它的姐妹店铺。论气氛的话 ，Tichuca 比较热闹一点，这里比较适合1、2个朋友聊天，而 Tichuca 比较适合在傍晚时分过去看夕阳。Sanctuary 当做第2趟，也就过个马路到对面而已。至于调酒的话，这里的调酒倒是出乎意料的好喝。调酒的创意程度及好喝程度，跟一般的景观酒吧不是一个等级的。住在通漏站好多次了，7星也看了好几年，这次终于喝完酒，鼓起勇气来试一下。老板是日本人，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说这是不是我理解中的拉面。不过他有很多的日本客人，如果没有执着于吃拉面，隔壁红色招牌的汤面我可能比较推荐。
EP 1就这样结束了，差不多酷的内容我们 EP 2见，记得要订阅我们，拜拜。